俺们一家啊有可能要上某台的春晚，事儿还没定呢。俺家那3口人把节目排完了。最近某省电视台联系了一下我们一家人，收到这个邀请呢，说实话，我心情是非常复杂。第一个反应呢，肯定是觉得哎呀无比的荣幸，但另一方面呢，一想到跟我同台的这几个搭档，又觉得无比的要命。因为俺家这几个人呢，他各说各的话，这仨人彼此说话都听不懂，更别说上到那么大舞台去表演了。我一下子哈，我这人挺好面，我都不敢答应，我怕丢人。但是真正丢人的人，他很自信。然后我同事就跟我说姐，其实你也不用太担心，不行，他如果记不住词儿，你找人给他借个提词器啥的呢？我说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提词器，是俺家这3口人都不认字儿。大胖媳妇看我这样，那不干了，他跟我说，谁说我不认字儿？我只是认不全，有时候读错，我绝不是文盲。我说这样，咱就写2句最简单的话，咱测一下，你看你能读成啥样？选简单的字儿写。他不认字儿。不认识，了点大，毛，父亲们，你不能看了。重念大口，吐。吐前面还有个字儿呢，这个字能是啥？没吐，大口没吐。大口吐啊！吃啥了？你着凉了？你看啊，这外国人他就是不懂中国人的谦卑，但我没想到俺家这小中国人他也不谦卑，张大铁都不知道春晚到底是啥意思。一听说要表演节目，高低要去，于是大胖媳妇领着2个孩子在家苦苦钻研历届春晚爆款视频，好好排练了2天。等我回家给我个惊喜，就是要跟我证明他们仨可以去，我不能给他们拖后腿，然后将来可以在电视上看到自己的精彩表现。要说俺家电视啊确实好，京东听说我妈想要大电视，就给我们送了海信的一般 Ultra 真100寸大屏，太震撼太有面儿，还是黑曜屏，电视咋看都不反光，啥画面都能识别优化。大胖媳妇馋了，也要在京东下单一台电视，送装一体，今天买明天就能看。我叫白云，我叫黑土，我叫白云，我叫黑土，我71，我75，我属鸡，我属虎，这是我老公，这是我老赌，老母，这是我老母。下蛋公鸡，公鸡中的战斗机，哦耶！下蛋公鸡，公鸡中的战斗机，哦耶！干啥呀？我要啤酒肚。要不我自个儿去呢？当你遇到一个戏很多的婆婆，你咋办？我找到了秘药。大家知道我的婆婆人心地不错，但是戏有点多，还贼直白，啥事儿都得表达出来，让我在中间经常很尴尬。但是我现在吧不愁了，因为大胖媳妇是真敢治他妈。温迪来了以后啊，几乎啥也不吃。我爸给他在家做不吃，领他出去吃饭几乎也啥也不吃。好不容易看到那转桌上有一个甜品，他想吃，就直勾等着。最后等那甜品终于转到他面前，人双手一上，咔给菜卸下来了，摆在面前自己吃。大胖媳妇说：“妈，你干啥呀？你看他转桌上有自己喜欢的菜就往下端，那多没礼貌啊！你得跟桌子跑。”但是从昨天开始，连甜点也不往下端了，因为他找到了人间挚爱。这个2块钱一包的，这是叫什么玩意儿？贼爱吃。去饭店，我爸点再贵的菜也不看，就抱着2块钱的包啃。我爸说：“温迪，哥哥请，你不用紧张。”温迪说：“谁请也是这个最好吃。”自己还跑到市场偷摸备了3包，晚上放冰箱里了。马刷棋。我爸说：“这可咋整？你天天干吃这玩意儿，不得干燥吗？”大胖媳妇就有招了，把温迪冰箱里藏的零食全给换了。今天我们出去吃饭，温迪还啥也不吃，回来一打开冰箱，吓坐地上。温迪跑出来跟他儿子说：“我的上帝呀，闹鬼了！冰箱里码了一排油。”大胖媳妇说：“妈有吗？大胖媳妇教育完他妈挑食，又教育他妈咋做人。前2天我们几个要去室内冲浪，温迪很开心，还以为要穿比基尼呢。咱也不知道外国人是咋回事啊，他们可以不化妆，但必须没有体毛，浑身漂白，脱得溜干净，整的像那个白海豚似的。反正就是要脱，人自己还从加拿大带回来的蜡纸。我爸呢看桌上一沓蜡纸，也不知道啥玩意儿，以为是我的呢，就用了2张给我大姨粘毛了。用完还说这是啥玩意儿？毛下来了，大衣也下来了。温迪回家看着了，你怎么能用我的蜡纸？这合一张$1呢，你用了我2张。我爸说那咋整？我赔你啊。大胖媳妇没事，爸不用管他，我有招。大胖媳妇就想出了一招整他妈。咋回事呢？头一天晚上温迪丢垃圾的时候，把我爸一张很小的电话卡给丢了。那卡是我爸给我们家办 WiFi 的时候人家给的卡，就得用这个卡才能给我们家网充钱。现在卡被温迪丢了，网还用着。我爸本来说你别跟他说了，我去补去吧。大胖媳妇说：“妈妈你过来，你是不是丢个卡？”温迪说：“是啊。”完了，我老丈人本来是公务员，现在让你整成老赖了。欠钱不还，没有信用了。温迪说：“那咋整啊？”大胖媳妇：“你想救你的哥哥吗？想，那就不能用网了。
得开你热点了。我开热点那不得好几$1分钟啊？那可不止，你这是国际热点，国际热点。这么说吧，我给你传一张照片得好几百。Later. What is this? 立马要高情的，高情的。大王媳妇教育他妈，这件事告诉了我们什么道理，妈妈？谁都会犯错，要学会原谅别人，才能获得别人的原谅。OK。最后我们终于去冲浪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这蜡纸也不够了，那我也不买。这国际热点把我开破产了都。咱冲浪是不是这么冲？要不然感谢我就光脱阳面吧，阴面扎个辫，扎个辫。没事，温迪，其实你也不用蜡纸，你就用 Ulike 这个脱毛仪，脱毛更干净，不留小黑茬。这个美容院同款的蓝宝石冰点头，不会对皮肤造成损伤，你这种怕疼的也可以用。开个智能连闪，窄边框也不容易漏打，10分钟全身都能脱完，还给你配个消毒盒，更卫生。而且吧，它不是短暂的脱干净，是让这个毛发越来越软，长得越来越慢。温迪说，那这玩意儿就给我吧，然后就冲浪去了。冲浪时候想起来说，那我带来蜡纸，我也得带回加拿大，谁也不许碰。然后他儿子在家就给他发来了视频。有人。有没有脸皮薄社恐的朋友？我把我的婆婆借你，让你每天社死好几回，肯定能治好。我婆婆快走了，临走跟我说要去雍和宫，她在加拿大就做攻略了，听说这里的开光能给人带来好运，于是我们就去了。到了开光的地方，流程是这样的：开光本身不要钱，但是应该先请一个手串，手串挺贵，你拿着请来的手串再去开光。温蒂坚决不买手串，直勾的就去开光，裸开。我说我给他买，他也不买。到了里边排了老长时间的队呀，前边所有人都开的手串，到他这儿了，人家说拿起你手上的东西。温蒂一看自己手上只有男婴一枚，二话没说将孙子高举起来，把张拿铁当场开了，当场开了。我说温蒂，你给我整老尴尬了。他说开光是免费的，对不对？人家说拿起你手上的东西，没人说一定买串，对不对？那我就把拿铁当成串，有问题吗？我说那他确实倒也是个串，倒也是个串。开光了。然后我们前2天在阳朔坐船，码头买票的时候，温迪就问我咋收费，我说成人全票1.2米到1.5米，儿童票半价。结果上船的时候，检票那儿有个身高线，我都过去了，温迪咔嚓把我薅回来，大声喧哗。张彩玲，你应该买半价票，你只有1.48米。所有人都看我呀，我说温迪你别吵吵了，我就愿意多花那60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温迪说，哎呀妈，你钱是大风刮来的呀，是不是当2天网红飘了？飘了。不光坐船，回民宿还被举报了。我们民宿有免费泳池，温迪一天游6遍，这倒也没毛病。但是我们这民宿呢有4栋小楼，每个楼都有自己的院，每个院都有自己泳池。然后那天下午，民宿老板就给我打电话说，接到群众举报，有一外国女子擅闯人家4号院人自己家包院的游泳池游泳去了。人4号院住的这个山东大家庭，面对这个外来生物也很懵啊。老板就问我说，你们2号院是不是有3外国女的？你知道是哪个吗？我说听这个作案方式，我知道是哪个，我去给他逮回来。我去给他逮回来的时候，就跟小时候我妈批评我一样啊，自己家游泳池上别人家游什么游，就看人家的好。我婆婆说4号院泳池下午旁边放水果。我说温迪啊，一会儿还得去爬山呢，你这么白特别容易晒出晒斑，赶紧涂一点我的修丽可防晒小银伞吧。它跟别的防晒可不一样，高倍防晒还能美白淡斑，肤感特别好，像这样伪素颜出门多方便。然后昨天我们去火锅店吃饭，他看人家别人过生日贼热闹，他也很心动啊，偷摸问我这么办 party 得多少钱？我说只要你过生日就不要钱。温迪问我那他咋知道我啥时候过生日？查护照啊？我说不查，谁骗这事儿啊？结果我这一没注意接了个电话，就是这一幕。还拿了人家3个玩具，人家火锅店小姐姐都看过我视频，说温迪你是4月份生日。温迪说啊，我今年过阴历。我说温迪你咋还知道阴历呢？温迪说我才明白，阴历在英语中叫 Chinese calendar， 就是中国历的意思。他以为他的中国历生日是自己随便选的呢，幸亏他要走了，他如果不走，为了占便宜，他得天天过阴历，他这个月月末就得阴历96岁，回去再见他61岁的老伴儿，那都得阴阳两隔的，阴阳两隔的。走了，还抱着这个豌豆苗的根儿给人打包了，说回家还能长，再过阴历的时候啊，抱过来再涮。我以为今天的主题曲是生日快乐歌呢，没想到其实是把根留住，把根留住。